趋势跟踪。美，迈克尔·卡沃尔 （Michael W. Cowell） 著，邓家吉译，赞誉。从我的角度来看，你有两种选择：你可以做我所做的事情，花30年以上的时间将信息碎片整理在一起，慢慢寻找赚钱的策略；或者你可以花几天时间阅读迈克尔·卡沃尔的这本书，跳过30年的学习曲线。拉里·海特 （Larry Hite） 金融怪杰一书中的顶级交易员，迈克尔·卡沃尔的这本趋势跟踪非读不可。艾德斯科塔 （Ed Sicota） 金融怪杰一书中的顶级交易员，迈克尔·卡沃尔的这本书我很喜欢。鲍勃·斯皮尔 （Bob Spear） Mechanica 创始人。趋势跟踪这本书从资产管理的角度探讨了趋势跟踪背后的哲学和思考，很不错。从某种意义上讲，趋势跟踪者才是金融怪杰。范萨普博士 （Van K. Tharp） 金融怪杰一书中的顶级交易员。趋势跟踪讲述了从事趋势跟踪的基金经理是如何在资产管理领域获得成功的，他们是如何管理风险及以何种心态应对投资的。通过本书，你可以了解到为什么交易者会把趋势跟踪作为他们管理整个投资组合的策略。汤姆·巴索 （Tom Bassel） 新金融怪杰一书中的顶级交易员。我很高兴看到迈克尔·卡沃尔的这本趋势跟踪修订再版，在我读过的数百本书中，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交易类书籍。这一版的篇幅是之前的2倍。他在这本书中阐述了传奇的趋势跟踪者是如何利用趋势的。在这本书中所谈到的交易者，他们通过正确把握趋势，在多样化的市场中管理风险，赚到了数百万美元。任何想要认真从事交易的人都应该研究这本书。史蒂夫·伯恩斯 （Steve Burns）Newtraderu.com 创始人。趋势跟踪这本书绝对是有理想的交易者的必读书。大卫·德鲁兹 （David S. Strauss） 战术投资管理公司创始人。对于认真从事另类投资的人来说，这本书是必不可少的。乔恩·桑德特 （Jan Sant）Altigrace 创始人。迈克尔·卡沃尔相当出色地将各种有效的对冲基金策略介绍给读者，这是相当难得的。对于聪明的投资者来说，这本书就像黄金一样珍贵。克里斯蒂安·巴哈 （Christian Baha） 超级基金创始人。卡沃尔创作了一部非常罕见的作品。这本关于趋势跟踪的书不仅文献丰富，研究力透纸背，而且相当流畅，易于阅读。在这本书里，各个层次的交易者都能发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约翰·莫丁 （John Malden）Modern Economics 创始人。卡沃尔的趋势跟踪是一部出色的作品，所有投资者都能从中学到如何用更严格的投资方法来控制风险并获取最大的利润，从而更好的交易。麦嘉华 （Mark Faber） 马克法博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股市荣枯及厄运报告主编。译者序。在金融市场中，趋势或者说动量效应已被当成一种典型化事实 （stylized fact）。大量实证研究表明，趋势几乎存在于全球所有市场 （Moskowitz and Pedersen 2013）。就连有效市场理论的创立者法马都承认，这种动量效应的确是相当普遍的。因此，自然而然的问题便是，趋势是如何产生的？它是如何在长期内都有效的？我们如何从趋势中获利？这本书的出发点正是解答这一系列的问题。动量策略的有效性之所以难以被解释，其关键在于它不仅有效，而且长期有效、广泛有效。通常而言，如果一个因子、一种策略有效，那就表明市场在这方面存在错误定价。一个完全公开的，在长期内一直有效的，在各个市场都有效的策略，按照市场的逻辑，应该会吸引足够多的人按此方法交易，因而会导致这一策略迅速失效。这就出现了矛盾。尽管这一现象广为人知，但动量效应仍然存在于各种市场，且长盛不断。在这本书中，作者给出了行为金融学上的解释：前景理论、外推预期。对损失的厌恶与对高收益的青睐，使得人们更容易产生追涨杀跌的情绪。如果市场中有大量参与者根据这种情绪指引进行交易，那么自然就会在行情上涨时进一步推高价格，在下跌时进一步压低价格，从而形成趋势。而且，就算参与者不受情绪因素的影响，但如果采用外推式预测，认为过去一段时间价格上涨了，未来一段时间就更可能上涨，也同样会形成趋势。总而言之，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来讲，
趋势源于人性在交易时暴露的弱点。虽然参与者知道动量有效，却无法避免按照情绪化、非理性化的方式进行交易，从而使得动量效应能够在长期内存在。那么，我们应该如何从趋势中获利呢？作者着重强调了2个关键点：一、量化交易，或称系统化交易。所谓量化交易，指的是根据不依赖于人的主观判断的系统进行交易。我们可以使用程序来进行交易，从而避免人性的弱点可能在投资中导致的灾难性后果。但量化交易也并非易事，并不意味着把工作交给程序完成就可以了。在趋势跟踪研究部分，就有诸多研究谈到在回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如何评估策略的回测结果，如何进行风险管理，如何避免过拟合等等。这些都是交易者需要在交易中反复研究揣摩的。在书中，作者尤其强调了不要在量化交易中混入主观交易的成分。从某种意义上讲，一旦允许主观交易介入，就不能避免在出现极端行情时受到情绪的干扰。那么遇见大的回撤或突发事件时应该怎么办呢？在作者看来，最关键的就是要设置好止损策略。2、止损策略。建立止损策略是风险管理的核心。在动量策略中，止损的好坏能对收益大小产生决定性影响。从实证的角度来看，其原因在于动量策略的收益通常具有正偏度、负风度的特性。Collision and Chicane 2011。换句话说，动量策略有更高的概率取得极端为正的收益。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可以说动量策略是一种以小博大的策略。按照这种策略，在没有趋势或者震荡的行情下，应该及时止损，而不是耗在其中。这就是动量策略中止损的核心逻辑。按照同样的逻辑，动量策略不应该设置止盈，因为这种策略能够抓住一些极端为正的行情，从而弥补多次小的损失。一旦设定了止盈，那么就无法享受后尾收益，自然盈利能力也就大幅减弱了。当然，如果你使用的并非趋势策略，那么你的风险控制的倾向就需要有所调整。策略本身的逻辑需要和风控的逻辑结合起来，止损和止盈并非独立于交易策略存在的，你应该全盘考虑，至少根据回测数据或历史业绩，判断收益具有何种统计特征，从而决定止盈、止损策略。另外，这本书涵盖了关于趋势交易的诸多内容，尤其是描述了发生重大金融事件时市场的真实反应，这对交易者是大有裨益的。只有深入理解极端事件中交易者的心理，洞察参与者的反应，我们才能够在应对突发事件时不至于被市场吓倒，也不至于在趋势即将消失时依然贪婪。当然，尽管这本书涉猎甚广，但仍有诸多尚未触及的有关趋势交易的内容。例如，本书中探讨的趋势交易可以归于传统动量策略的领域，但实际上现在还有诸多有关动量的进一步研究，如残差动量、宏观动量、动量与周期等等。另外，动量信号本身也还有很多值得挖掘的特征和信息，例如趋势信号在高值时更容易出现饱和，这是一种很有趣的现象。对此，有一种解释是，当价格趋势相当明显时，基本面交易者也会介入，这会使得趋势所带来的收益降低。Greenwood and Schleifer 2014。再比如，短期趋势如3天的趋势，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出现显著的衰减。Duke et al. 2013。其原因是什么呢？如果是因为技术进步导致超短趋势失效，那么随着金融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是否会有更多类似的趋势消失呢？这些问题都是本书并未深入探讨的。本书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为了使初学者便于理解，这本书将量化投资的过程过分简化，失之偏颇。量化研究或者量化投资并非纯粹统计方面的学问，更是一种逻辑和常识方面的学问。如果过分关注统计数据、历史业绩，就容易陷入数据过拟合或者使用未来信息的误区。从某种意义上讲，趋势策略本身就是幸存者策略，到底其收益有多少可以归因于幸存者偏差，这一点仍然很难讲清楚。在本书中，作者对趋势策略到底为何有效这一问题的回答，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趋势的有效性来源于人性。这些人性已被行为金融学完全证实，这当然是一个深刻的回答，对于初学者来说也足够了。但这显然并非一个终极回答。
所谓终极，是指如果你是一名想要创造属于自己的策略的交易者，那就还要更深入地追问，动量策略赚取的到底是什么收益，是 alpha 还是 beta？例如，在极端事件如金融危机中，趋势策略确实获得了不错的收益。正如作者所言，在极端事件中，大型机构、个人投资者都疯狂平仓止损，但使用趋势策略的交易者则提前做空，不用担心因客户挤兑而被迫平仓。按这种说法，趋势策略在极端事件中的部分收益也可以算作极端流动性风险溢价。这一部分收益实际上来源于客户本身的信任。他对巴菲特在伯克希尔哈撒韦所实践的价值投资也同样有效，并非趋势策略所独有。我们还可以继续追问，趋势动量放之四海而皆准吗？诚然，在绝大多数市场中，动量策略有相当不错的表现，但不巧的是，在中国股市中，动量策略的回测效果并不好。考虑到中国市场难以做空，而动量策略的大部分收益都来自空头收益，其劣势就更加明显了。对于中国的权益投资者来说，必然需要考虑特定的市场特征，涨跌幅限制、难做空、T+0策略容量不大、交易成本高等问题。而且有趣的是，和在中国股市的效果相似，日本金融市场的动量效应也很弱。这到底是一种巧合，还是和所谓的群体性有关系呢？这些问题都没有特定的答案，但绝对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市场的特征、参与者的特性与动量策略的设计、执行和业绩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是在构建策略时需要考虑在内的。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股市因涨跌幅限制而产生的打板策略，在过去有着超高的回报，同时伴随着超高的风险，这也可以称为中国股市独有的一种趋势策略。另外，实际的量化投资在回测过程中也有诸多值得注意的细节，但这是本书并未涉及的，读者对此应该抱以更加谨慎的态度进行求证。一些很细微的条件改变可能会极大地影响回测结果，这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总而言之，我们需要更深刻地理解动量策略为什么能够有这么好的效果，其背后的原因恐怕比动量策略本身的统计学特征要复杂得多。我们需要在交易中意识到这些问题，并从中探索可能存在的特征和模式，而不是照搬动量策略。如果你是一位初学者，这本书能让你对动量策略、诸多金融事件、诸多理论有所了解。如果你已有交易经验，这本书也能给你提供一个契机，让你从他人视角、从作者的视角、从其他顶级交易者的视角来看待交易。在这本书的第二部分，作者采访了业内的很多知名人士，从他们的对话中，你可以窥见那些交易者是如何思考的。在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我经常能遇见一些引起共鸣的地方，当然同样也会遇见和作者观点冲突的地方。这种碰撞让我成长，也让我产生一些灵感。类似的，在市场中你也会听到各种观点，能从各种投资者的方法中汲取经验。但这些在本质上都不能称为我们个人的交易策略，我们必须提出自己的想法或假设，他们会被市场证实或者证伪，然后我们再不断反复这个过程，从而淬炼出真正能够被我们所理解的常识，被我们所掌握的原则。市场的一切都在变化，对于有效的动量策略，仍然应该抱以敬畏之心，时时保持警惕，而非把它当成一种信仰。投资需要反人性的思考，需要投资者形成自己的逻辑，而这本书最大的意义，并非给予你正确的答案，而是给予你更多思考的素材。邓家吉，2019年12月于上海